当你无法解释一些现象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它归类为 magic？ 其实这就是科学。科学实验室为你解答美味方程式。很多人说啊，烹饪呢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但其实烹饪呢也是一门科学可以学习的哦。没错哈，就好像我们烹饪的步骤呢，就是一环又接着一环的科学实验。所以说，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呢，就像什么？就像我们一道道美味的实验成果。OK， 那为什么有些肉是越煮越嫩，有些肉是越煮越老呢？为什么蔬菜炒一炒就会变色？那怎么样煎鱼才不会粘锅呢？还有为什么炒饭一定要用隔夜饭？想要知道其中的科学原理，记得一定要锁定科学实验室，透过轻松有趣问答方式为你一一解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欢迎今晚的座上嘉宾。好，欢迎。好的，首先第一位呢是淡马锡理工学院应用科学院食品营养与烹饪科学系讲师吴曼超老师，欢迎。老师。同时也要特别欢迎今天在现场为我们烹饪美食佳肴的名厨哦，欢迎张耀祥师傅。欢迎 Chef Xiang。All right， 接下来是好男人好爸爸的代表，欢迎陈鹏宇。也要欢迎我们的美食爱好者前议员李美花花姐。欢迎花姐。接下来这位也很会煮，但是呢身材保持的依旧很好的潘玲玲玲玲姐。欢迎玲玲姐。OK， 首先一开始问一下 Chef Xiang， 来，像你每次在下厨的时候啊，都有一些 steps， 对，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背后的原理了解吗？其实煮菜就是科学嘛，有一点经验，有一点科学，加起来就烹出一个好料理出来吧。哦，这样子其实也没有真的回答，感觉有回答，但是似懂非懂，没有关系，今天你也来学习啊，我们有专家在这边。同样的啦，我也要问一下这个专家哈，这个食物跟科学到底的相关性在哪里啊？比方说，我教的课程食品营养和烹饪系，所以我们会教学生说，烹饪当中有哪一些科学的原理，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烹饪出更好的料理。哦，所以你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背后的原因，而不是说为了做而做，对不对？对。OK， 好，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颗蛋，对，我的 magic 就是跟这个蛋有关，蛋料理啊。我们待会儿就要请 chef 煮这个鸡蛋料理啊。同时也会发问4道问题，答对次数最多的可以获得 Chef Xiang精心准备的大奖。早上才刚刚去准备去准备出炉的鸡蛋。不过一开始我想问大家，你们喜不喜欢吃鸡蛋？喜欢，每天都需要吃，是。每天都需要吃哦。是，每一天的早餐我只要有2粒蛋我就搞定了。那你不是你一个礼拜至少14粒哦？可以这么说。哇！问我们的专家，一个礼拜不可以吃超过几粒？有没有？这个其实我们新加坡的这个保健促进局的确是有一些建议啊，因为蛋黄当中确实有比较高的胆固醇，然后这个胆固醇呢，对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担心胆固醇这个问题的话，最好不要吃超过4粒的鸡蛋。一个礼拜不要超过4粒啊！我一天就吃4粒啊！你一天吃4粒啊？好爱吃鸡蛋的学生。但是你们今天应该会吃到国大用完了哈。我今天早上已经吃了2粒了。哇！等一下还有几粒让我。等一下你斟酌一下哈。OK， 好，第一道问题来了哈。请问，当我把新鲜的鸡蛋放在水中的时候，它会沉在水底还是浮在水面？请作答。好，请揭晓，看答案。好，美花姐说沉，玲姐说会沉，然后你水下就沉嘛 ，OK 就对了。为什么？来，宏宇先讲。新鲜代表重，不新鲜的是怎样？
不新鲜啊，不新鲜应该是里面应该是有细菌啊，所以比较现在比较轻一点。哦，跟宏宇讲一样，新鲜的都是有重量，应该会沉下去。对，因为每次煮很多东西都是先沉，然后到最后熟的时候做浮上来。来，梅花姐，不新鲜的蛋就是它里面的这一个空气比较多了，所以它就浮起来浮上来了。 OK， 哎，这样讲有没有逻感辑？觉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啊？好，各有各的一个答案了。请问正确答案是大家都答对了。 ？All right， 恭喜答对。新鲜产下的鸡蛋里有一个小的气室，蛋壳是有很多透气孔的。随着鸡蛋越放越久，鸡蛋里的水分就会随着时间逐渐从透气孔挥发，如此一来，气室渐渐变大，鸡蛋的整体密度就变小了。因此，只要将鸡蛋放入水中，新鲜鸡蛋就会因为气室小而沉在水底，放久了的鸡蛋则会因为气势大而浮起来。哦，所以是因为里面那个空气气势的关系。对对对。我们现场每一位都有一个杯子，是都有一颗蛋。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小实验，当然有些人是新鲜的蛋，有些人是不新鲜。对对对对， OK，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试一下准备啊，3、2、1，放，慢慢的放。好，我们先来看看。OK， 所以我们看到玲玲姐的是沉下去，完全沉，是所以这个新鲜的。对对，然后花姐也是，应该说玲玲姐的那个更加新鲜一点。有一点差别。怎么讲？不是都沉在下面吗？对，但是花姐的那个有一点点要直立起来的意思。站起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说有些是平的，有些会直立，就是直立说它已经要差不多要浮起来要了。浮起来，哎，老师，其实不新鲜对跟坏掉是有分别的。对，是不一样的，对吗？对，不新鲜是说明这个鸡蛋放了比较久的时间，但是呢，它不一定已经受到了细菌的侵蚀。那如果说你想要判断鸡蛋有没有坏的话呢，最好是通过闻。如果说这个鸡蛋已经有一些不对的那种味道、臭味，那肯定是坏了。好，我们现在来做个对比哦。在我右手边这个是宏宇的哦，比较不新鲜的鸡蛋，你看到这边蛋白的部分是比较浑浊的，对不对，专家？如果说再不新鲜一点的话，它那个蛋黄跟蛋清都会混在一起了，更严重哦。对但是你看新鲜的话就很，蛋白就很清澈。对，就是蛋白透明的跟蛋黄就分界很清晰了。 OK， 了解。来，Chef 香，今天我就准备了一个温泉蛋，哇，温泉蛋，升级版的，升级版的，好不好？其实你煮这个温泉蛋呢，是用63度去煮，维持63度，差不多是40分钟。哇，这么久啊！那为什么是63摄氏度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道理，因为蛋白开始凝结的温度大概是在60摄氏度，蛋黄会比蛋白稍微晚，大概是在62摄氏度开始。所以这个63摄氏度呢，刚好是一个蛋白跟蛋黄都刚刚开始凝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好，那现在呢，每个人面前就有这个 Chef 精心特调的温泉蛋，对松露香菇温泉蛋，来开动！好香哦！哇，还没有吃就闻到那个松露的香味，那个松露油其实很香。好好吃，玲玲姐味道怎么样？非常好，因为我是松露迷，所以我碰到松露我就欲罢不能。对，那花姐呢？觉得怎么样？哇，特别好吃。好吃哈。我也看可以去做个吗？可以，很容易的。粉买 truffle。好，那第一道题大家呢都答对，对所以有奖励。第二道题没有这么简单喽。哎呀，OK， 来，我们来问第二道题。你觉得是生的鸡蛋营养价值比较高，还是熟的鸡蛋营养价值比较高？好，请举牌。OK， 来，我们来问第二道题。你觉得是生的鸡蛋营养价值比较高，还是熟的鸡蛋营养价值比较高？哎 ，Chef， 你心中有答案吗？应该是没有煮熟的营养，应该会比较因为是不是因为你每次煮高温煮东西就会营养流失，都会这样。好，有请我们的3位，请举牌。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生蛋？我觉得你看生菜还没煮过的，生菜这样吃，那营养比较高，就跟 chef 一样了，没有煮过的，没有煮过的。OK， 我原理就是因为我觉得番茄煮过，它的色素啊、营养才会价值会更高，所以我从那边就联想到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你是从番茄嘛？那花姐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花姐是偷看的，花姐是偷看的。花姐这么诚实 ，minus point。那请揭晓答案。熟鸡蛋。好，下一层。因为这个生鸡蛋的蛋清当中，实际上含有一个抗生物素蛋白，还有另外一个是抗胰蛋白酶的这个卵黏蛋白。前者它会妨碍这个生物素某一种 B 族维生素的吸收，然后后面这个呢，它会抑制我们这个胰蛋白酶。你知道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有这个蛋白酶来消化蛋白，那它这个蛋白呢会抑制这个酶的作用，所以它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有读书真好。对。比较安全的来说的话，老师的说法就是我们还是吃水煮蛋会比较好。熟一点的蛋营养价值比较高啦。好，说到熟蛋哦，对，就是要水煮蛋哦。水煮蛋哦，需要示范吗？其实水煮蛋还是要建议啦，就是跟人家讲怎样做一个好的水煮蛋，就是烧水放了进去里面，然后煮差不多12分钟。OK。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的师傅就会说啊，你放盐在那个水里面，然后拿去煮，他说比较容易剥壳。哦。加点盐的话呢，会让它这个水的沸点变高。对。但是说能让它更容易剥壳，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过。也没有办法。等一下。Hello Chef Eric。我们有机会啊，我们请 Chef Eric 当面质问他。对，要记住哦。我们来问专家。问大家。其实有另外一个是有科学原理的，是说可以加醋。对。哦。对。其实你有看过很多水煮蛋，它的那个蛋黄外面有一点点绿。对。那个就是煮过头了啊。对，煮过头。那其实我们常吃茶叶蛋，对，里面都是绿的，就是其实都煮过头。对。所以这样是很好的哦。对，这样是很好。哇，完美耶！这个颜色12分钟。哎，我想问一下，变绿的话口感会怎么样？变绿实际上是一种化学反应啦，但是不要担心，它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哦，对，所以还是可以放心吃啦。蛋白中有含硫氨基酸，加热久了就会产生硫化氢，硫化物和鸡蛋中的铁离子发生反应，就会在蛋黄的表面形成深色的硫化亚铁。其实这个现象在咸鸭蛋里面更常见，在皮蛋中也会形成硫化亚铁，只是因为皮蛋本身的颜色深，我们注意不到罢了。清楚了吗？清楚了，谢谢。其实想要问一下专家，就是刚我们有说到说水煮蛋对于鸡蛋来说是很好的烹饪方式，那除了水煮蛋以外，有没有别的你会建议的烹饪方式？蒸鸡蛋也是一种不错的烹饪方式。用蒸的 steam 哎 ，chef， 所以你接下来是要用 steam 的吗？对啊，今天我们要做茶碗蒸。日式，他已经放那 truffle 了。对，没有了 ，truffle 用一次就够了。哎，我发现日式蒸蛋的口感是比较顺滑的嘞。对，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让它口感比较滑吗？重点呢，茶碗蒸的水呢，其实是一个高汤哦，水的比例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日式蒸蛋的比例也是1:1吗？对，1:1。那只是它是用高汤。对，它是用高汤，它味道会比较好一点点。日式茶碗蒸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哦，对，就是它很顺滑，是没有泡泡的，对不对？对。OK， 这个跟我们接下来问题就有很大的关联了。好，请问以下哪一种方法是不能够让蒸蛋中的泡泡减少 ？A， 用力的搅拌蛋液 ；B， 蒸前将蛋液过筛 ；C， 用自来水。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它的答案有可能超过一个。呀，有可能。 OK 啊，行啊。这一题会稍微有难度了哈，第3题。对啊。明明是选 A， 用力的搅拌蛋液啊。
我是联想到做蛋糕啊，做蛋糕就是因为你不能一直打，它会生泡泡泡更多。泡泡更多，对啊，跟你的一样哦。对啊，不能够让它减少。它泡泡就会更多。对 ，OK。那宏宇选 A 呀？为什么？就我们在打鸡蛋的时候，一直打，泡泡一定会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肯定的嘛，这个没办法。 OK， 好，那我看一下花姐答案，来。我是滴干。OK。好，来，请专家来揭晓答案。来，请专家来揭晓答案。花姐的答案是对的。哇！所以是 A 跟 C 对不对？对，让我解释一下啊。这个鸡蛋啊，你越是打它，它越是会让更多的空气进去。对，像这边的话，它做蒸蛋的时候就会导致里面有更多的空气啦。那 C 这个选项呢，自来水当中它会溶解气体，那这个水煮沸了过后，这些气体其实就是被挥发掉了。那你用这个煮过的水放进蛋里面的话呢，它在蒸的时候就会产生少一些的气泡，或者是像高汤，那高汤还有一些别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好，了解。OK， 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差不多了啊，太好了，我们看一看茶碗蒸，哇，热腾腾的，新鲜出炉哈。在品尝之前呢，你要看你的蒸蛋好还是不好呢？你拿它，然后这样摇一下，看它有没有那个震动的感觉。哎，有嘞，有吗？很像豆花。对呀，试看这个口感。哎，真的是花在嘴，这个真的很棒。哇，味道很浓郁哎。对，谢谢。哇，真的是叫做入口即化。对，好，接下来这一题是关键哦，仔细听好了。请问，以下哪一种方法能够让你呢煮出更蓬松的鸡蛋 ？A. 减短打蛋的时间 ；B. 用大火热油 ；C. 加水。你们想的同时，我们现在想要准备今天的最后一道料理是什么呢？海鲜煎蛋，海鲜煎蛋。对，哇，好，那你赶快来。就好像你泰国的这样，类似这样，很蓬松的是吗？很蓬松的。好，对，有答案了吗？有，请揭晓。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玲玲是写，本来我想写 A、B、C 的，可是 C 蛋，其实我想要水是不可能，是如果加奶，我就觉得可能，加奶可能，我就是不要有空气流太多进去。OK，对，然后我觉得中间加油，其实因为，其实油真的是有它一定的作用，可以让整个东西更蓬松，对 ，OK。B 非常肯定啦，大火热油会应该是会很蓬松的，OK，因为热嘛哈，热气。加水应该不会吧？你用删除法啊，对。好，宏宇来，那肯定是 B 咯。大火煮的话，热油，它会热油更会蓬松。OK，然后再加一点水的话，可能会更蓬松。反正不会再加水就厨房就爆炸了。哇，热油再加水，崩哎，真的是哇。OK， 最后一题关键，来有请专家来揭晓答案。这一题呢倒是宏宇答对了。不是盖的啊，不是地干的啊，是有根据的。我们请专家讲，你是不是在整他？回去这样做，安慰奖是吗？对，来揭晓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加水呢，也不是说加很多水啊，就是其实是加一点水，或者是含水的ingredient这个成分，比如说像奶也是一样的，也算，奶也算，也是一样的道理。牛奶也算，对，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会产生更多的水蒸气，那它就会让这个蛋变得更加的蓬松。OK， 然后那个大火热油呢？对，它要热油，就是让那个鸡蛋蛋白马上凝固住，然后呢，里面这个气体膨胀，然后就可以形成比较蓬松的鸡蛋。是，油要够多哦，煎鸡蛋。如果你的油不够多，真的是比较难煎好它。对。所以你刚才是加水还是加奶还是？我没有加水，因为我有海鲜啊，海鲜里面会有那个水分。水分了哦，了解。对。
闻到蛋香味了。有油，有这个高温就有那个蛋的香味。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在外面吃哦那种 fluffy egg 嘞，就是这样。对啊，加蒜，对。各位，我在现场那个香味真的是好棒哇，就差不多好了，上菜，耶！品尝一下，哇，品尝那个蟹肉跟那个虾的那个鲜甜，真的，哎呦，味道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那个海鲜，然后放一点点那个胡椒粉，很好吃。谢谢。明英姐来，觉得味道如何？鲜香四溢啊，是满嘴里都是海鲜的蛋的味道，蛋的味道很香很香，很棒很棒很棒。一定要学这道菜。好，那当然你们边吃的时候，我们也要公布今天的成绩了哈。好，所以很明显的啦，优胜者就是我们的华姐。我们现在有请华姐来揭晓现在想为你精心准备的神秘礼物，有请。来是什么 ？Alright， 是什么呢？新鲜鸡蛋。我跟你说，这个不是一般的鸡蛋，对，里面呢有飞龙养鸡蛋，对 ，free range 有机的鸡蛋，我们那个 tree 的鸡蛋，对，还有一个是出生蛋，对。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煮蛋的器材，就是它变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程度的蛋，所以你不用怕你的蛋煮的不好不熟。对，对华姐来说很好用哎，每天都会吃鸡蛋。华姐怎么样？收到这个礼物，谢谢大家让这个机会给我。这个月的扣打就在这里了，华姐。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科学实验室呢，教大家很多煮蛋的方程式，希望你有学会哦。那我们其实呢，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关于烹饪的科学知识呢，要跟大家分享，所以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没错，当然今天也要谢谢我们 Chef 香，这么好吃的料理，还谢谢吴老师分享很多知识啊。同时谢谢我们3位来宾，谢谢大家，谢谢吃蛋对，吃蛋很重要，但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我刚刚的那个蛋哦放进去，我发现一件事，我拿不出来。这个你可以教我吗？这个我专家也很难解救不了你了。好，看来只能打破了。